很多人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中国每年的出生人数已经掉到了900万。其实真正让人感到后脊背发凉的，是那张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催生账本。如果你觉得大家不生是因为现在的观念变了，那你在这个逻辑里想得太天真了。数据这东西从来不会撒谎。咱们把那些复杂的财政报表拆开来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1.09， 这不仅仅是低于 2.1 的人口更替红线，简直就是直接从万丈悬崖上面跳了下去。别的人家掉头发是一根一根掉，咱们家这简直是把整个头皮都给掀开了。短短不到7年的时间，出生人口就直接从1800万摔到了腰斩。这种雪崩一样的恐怖速度，邻居日本和韩国看了都要直呼内行。毕竟人家用了30年甚至是40年才走完的路，咱们只用了7年就完成了加速赶超。这可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速度与激情，而是连刹车片都没装就开始全速狂飙。有人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变得自私了，但你看看各地的财政口袋就全明白了。这几年所谓花在催生上的真金白银，平均到每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里，居然只占了可怜的 0.35个百分点。要是对比法国或者德国这些国家，咱们的投入差了1-2个数量级都不止。这哪里是在花钱解决问题，这简直是在拿零钱打发叫花子。有的地方大张旗鼓的在媒体上搞宣传，结果一查去年的地方财政账本，发给新生儿家庭的奖励平均下来只有627块，这价格在超市里也就够买2罐稍微好点的奶粉。这哪里是在鼓励大家去养娃，这简直是在开一个并不好笑的冷笑话。更离谱的是，像深圳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虽然喊着要发19000块钱的生育补贴，可你看看那里的养娃成本和人均收入，这点补贴连养育支出的 3% 都不到。就像是你去买一辆30万的豪华轿车，老板说结账时给你优惠50块钱，你说这车你还敢买吗？更别说全程只有 12% 的托位数，这意味着10个孩子里有9个都找不到地方托管。这种缺口高达 88% 的硬伤，才是年轻人压根不敢怀孕的硬逻辑。大家都在算一笔生存的细账，现在的房子价格跟收入一比，动辄就是20倍往上的差距，再加上那种极低的托育供给率，意味着家里只要生了娃，小两口就必须有一个人辞职回家吃老本。这种生育成本全部由个人来背，劳动力红利却由社会拿走的分配结构。换成是你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你真的敢随便签下这份长达几10年的卖身契吗？甚至像杭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地方，算来算去也只舍得拿出预算的 0.09 来补贴，还把外地户籍的打工者排除在外。要知道，这部分人才是生育意愿最高的群体啊！这种典型的门槛设得比天高，诚意给的比纸还薄的做法，根本不是年轻人在故意躺平对抗，而是大家在面对这种极其不划算的制度性负担时，做出的最理性的生存防御动作。就像自然界里的角马和北极狐一样，如果水源干涸了，环境变得充满了生存压力，生命的本能就会选择延迟交配，甚至直接停止繁育下一代。这不是在闹情绪，而是在为了自己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负责。与其站在道德高地上怪年轻人没有责任心，不如问问为什么那些关键的财政账目永远不肯向最基础的民生需求倾斜。大家心里都有一杆公平的秤，如果养一个孩子变成了稳赔不赚的家庭投资，那么再动听的宣传口径也救不了这断崖式的数据。说白了，现在需要的不是给点奶粉钱的象征性表演，而是要把那些被房产和养老体系吸干的资源，真正引流到下一代的摇篮里面。如果有关部门还是在这里隔靴搔痒，那这场人口的寒冬，恐怕才刚刚拉开序幕。
这到底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爱生了，还是面对现实账单实在生不起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所在的地方那点补贴够不够买一箱最便宜的纸尿裤？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年轻人不仅不生娃，甚至连班都不想上了，请关注下一集，我们来聊聊那消失的人口红利。